好消息啊 ，iOS 26.2的 Beta 3终于解决我们先前困扰已久的爆屏问题。好，今天几则新闻跟大家分享。那第一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iOS 26.2，现在的 Beta 3版本终于解决先前爆屏的问题。那我们等一下会快速测试给大家看，然后也分享几个这次在 iOS 26.2的一些新功能比较有亮点的地方。那在两则快速新闻的分享，第一站就是特斯拉现在说终于要支援 Apple CarPlay， 这非常大的消息。那另一则消息呢，就是在发表会上面介绍 iPhone Air 的那位设计师现在离开了苹果。刚好我们最近也谈到关于 iPhone Air 销量不好啊，还有它市场定位的问题，那么就直接开始吧。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都有持续在追踪，那有很多观众有跟我们分享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测试的情境。那我们也很感谢大家都有持续在回报这个问题。那看起来苹果很快终于在这次的 16.2 应该就会正式解决。那我们今天也会介绍一些现在 16.2 Beta 3的一些新功能。关于这个爆屏的问题呢，现在有2种解法。那第一个人说就在后面开那种直播啊、那种串流的软体，基本上就让它背景持续连线。但这种解法不太符合实际的使用情境。那第二种解法呢，就先前很多人提到在 iOS 26.2的 Beta 1开始就有，那就是在隐私权与安全性的设定中，那下滑到分析与改进功能，这边只要开启增强的 Beta 版使用者意见，再来测试屏就会发现它是稳定的。但这样的用法呢，我们测试起来是比较耗电一点，那我自己日常用起来感觉就蛮明显的。所以以上这2种解法，我们不认为是正式解决方案，所以也还没有在那个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但这一次的 iOS 26.2 Beta 3的更新，你不用做以上2个动作，测试屏就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马上给大家看我们测试很多次的结果。那这边就是5G 自动这些测试的结果，都是非常的稳定。那看它没有这些中间会断掉，会突然爆到很高的屏的这种现象。那我们来到这个5G， 就纯5G 的这个测试，我们也是看到一样的现象。基本上，大家最小值跟最大值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到了4G 的测试呢，我们也是测试过非常多次，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测试的结果都是在非常合理的范围。那有些情境虽然看到有稍微飙高，在5G 的情境可能到180啊，或是在这边有看到130左右，但其实在其他厂牌的测试起来也都会飙到100多左右，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很多观众也持续在帮我们测试，他们说手上如果是更新到新的 Beta 版本啊，他们测试起来都蛮稳定的。特别是玩手游的用户啊，实际上是需要依赖连线的，应该可以发现这次的这更新呢，会让它的连线稳定不少。那我们讲耗电量的部分呢，因为其实这个更新才刚出来几个小时嘛，所以在短时间内我们很难感觉得出来。我们也会持续在我们的 IG 限动更新我们的状态，那大家想回报的也可以在那边私讯我。好，那再我们看一下这次的一些新功能。那首先现在在 AirDrop 的地方，大家看到这边增加了一个新的选项，管理已知 AirDrop 的联络人。那下面也看到这边写一个小小的字，他说你的名称会在30天内自动显示给已分享单次代码的对象。在这种情境分享的时候呢，它就会生成一个6位数的代码，输入之后呢，在30天就可以直接跟他做 AirDrop 的分享。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去参加会议啊，那种肯定会在那边几天或几周内需要依赖 AirDrop 来长期这些交换档案的来说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但这种时候你可能也没有首要去直接把电话给人家，或者加入到别人在你的联络人名单中，这种时候我觉得就保密一个隐私性，那同时在你们这个工作的期间内都可以快速分享档案。那下一个我们来到这个液态玻璃色调的调整，这边有透明跟不同色调。那这个选项是在上次更新的时候出来，那我个人觉得在这个2个模式的调整下，在黑色模式会比较明显一点，这边可以给大家看看差别。其实非常非常小的差距，你可能要细看这些有交界的地方才会感觉出来，好像有稍微深一点。那因为这个液态玻璃的显示，先有人会觉得说，它的显示上面有点难辨识。那很多人会来到这个地方去开启减少透明度与增加对比的选项。那所以呢，现在如果你这2个选项是有开启的，当你要在这2个设定做切换的时候，它就会跳出一个通知提醒你说，它会关闭后面这2个选项。那现在蛮奇怪，就变成说，你如果不选择关闭的话，它就不会帮你做设定的调整。那如果你在调整成不同模式要再去开启这个透明度与对比度的设定的话，你还是可以在事后再去开启。那这部分某方面我可以了解，因为当你开启这个减少透明度与对比的设定时，其实在这2者的选项视觉上的差距就不会那么的大，所以可能苹果就觉得说，如果你要调整的话，那就直接帮你把这个关掉。好，那下一个更新就是在水平仪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大家看一下，点下水平仪的时候，这个新界面也在上次更新的时候出来，大家可以看到你在这个显示水平的时候呢，不管你今天要往什么模式去显示，你要测试这样的水平的时候，它是用好像1杯水位的方式来显示。但如果你今天这个手机要跟这个平面要呈现平行的时候，它是用2颗水滴去来让你看要怎么做调整。那这次的更新呢，它在这个水滴在跟数字交界的时候，先前有一些情境下会挡掉这个文字的显示，让你不容易辨识。现在这一点有稍微优化跟改善。但我个人觉得这种你要测试水平啊，或者这种真正准确要测试一些数据，看到这些数据的显示的情境界面下，所以用水滴去让它有点模糊它的显示，不是一个最
好的解决方式。不管怎么去优化，你还是为了显示这个特效的美丽，让它的文字有点扭曲。那我不觉得这个是好像有必要啦。那虽然这个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好，那下一个很多人可能会问正式版上市的时间，可能很多人等不及更新来解决这个爆品的问题。那现在是因为是 Beta 3的版本，那下周应该是会有 Beta 4，因为我觉得目前现在在 Beta 3或现在 Beta 版本，我还是会有 AirDrop 要一直重开才能传送的问题，有点困扰。对方看得到我也点得了，但是我要接收这个档案的时候，我一定要重新开启我的 AirDrop 才会开始传送。那希望这点在 Beta 4可以解决。那通常正式版会在 RC 之后啊，所以如果下周24号有 Beta 4的版本，那在下周12月1号有 RC 的话，那正式版本就会在8号。但如果再有 Beta 5的话，那正式版本就会延到15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关于特斯拉终于要支援 CarPlay 的消息。那因为这个还不是特斯拉官方发表出来的，但是 Mark Gurman 在 Bloomberg 上面讲出来。那过去的爆料消息都是非常的准确，那甚至有一些相关的画面流出来，但毕竟这都不是官方所讲出来，所以这次的 CarPlay 呢，现在所讲出来的消息是说，它可能会是小视窗性的资源，不会说真的取代整个车机的界面，因为这个部分，尤其是特斯拉，他们在他们车机上面的管控权是非常的强，先前在上面也有非常多其他 App 可以存在，但是它整个车机的界面，甚至要深度到控制整个车上其他的功能的话，都还是特斯拉所主管。那所以呢，很多人在期待 CarPlay Ultra， 就是苹果上次发表出来的那个，可以深入到你的车机里面，那甚至是透过他们的语音助理去做其他像是这个冷气风速的调整啊，甚至是驾驶体验上的设计，这一点呢，应该是不太可能在特斯拉上面发生。那很多人都会问到说，为什么特斯拉等到现在才有 Apple CarPlay？ 以特斯拉一个销量那么好的车厂那同时它上面的界面其实又跟 CarPlay 要整合起来的话，应该是蛮合理的。那我们都知道嘛，其实苹果先前也有在试着开发自己的车款，所以在某方面来讲，他们本来预计未来会直接竞争的对手。特斯拉至于传统车厂，其实跟苹果来讲，他们汽车所要发展的方向都是非常的接近，那可能都是电动车，可能也都是 AI 自动驾驶的车。同时你们也知道，马斯克跟苹果之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所以这种时候不开放 CarPlay 在他们的车上，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而且肯定是刻意为之。那现在终于要开放，当然我觉得第一，可能苹果也没有要在汽车产业跟他们做竞争。那第二呢，据报道他们内部的市场调查有非常多数可能的车主对购买特斯拉有点疑虑，就是因为它上面没有支援 Apple CarPlay 或是 Android Auto。那当然这个对销量都是非常直接现实的问题。那如果只是单纯开放部分的 Apple CarPlay 就可以增进这一点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交换。那如果不进一步去开放 CarPlay Ultra 的话，那其实对它整个车机的控制权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据说最快呢，可能在美国市场再来几个月就会看到更新里面有支援 Apple CarPlay 了。但这个是单纯在 Apple CarPlay 的部分在 Android Auto 部分我们目前还没有得到相关的消息。那下一个新闻我们就来讲 iPhone Air， 就是它在发表会上面发表里面影片说话的那一位设计师现在离开了苹果。那很多人开始会想到说，这个会不会跟 iPhone Air 的销量啊，还有这个市场上面定位有点模糊，或者说现在市场反应不好有关系？那报道指出呢，其实是两者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位设计师的离开呢，他是到了一个 AI 新创公司，所以他并不是被开除或是被强迫离开的。好了，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去更新这个 iOS 26.2 的人呢，那虽然是 Beta 版，我一般不太建议大家去更新 Beta 版。但是因为这个爆品的问题呢，对很多人的影响算蛮深的。那尤其是你玩手游啊，很依赖这种连线稳定性的人先前真的是玩起来非常的痛苦。那如果是这方面的用户的话，我建议是应该可以更新啦。因为上面的问题呢，除了我讲的这个 AirDrop 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小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很严重到不能解决，你重开 AirDrop 就可以传。这次 iOS 26.2我从 Beta 1、Beta 2用到现在 Beta 3，那至少前2个我都觉得还非常稳定。那现在 Beta 3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啦，所以我觉得着重在一个可以先解决大问题，然后解决你现在使用 iPhone 这种体验性不好的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可以先更新，这样是 OK 的。那一样像刚刚讲的这些相关持续的更新啊，或是这个电池续航力的体验呢，我会在我的 IG 可能限动跟大家分享，或者有观众也会在上面私讯我，跟我们说他们测试的结果。那如果有任何其他不一样的体验啊，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会在限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或者在上面私讯我。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